晚上7点多，超市老板正在给顾客找零钱，突然一名男子手拿菜刀向老板的头部连砍了2刀。砍第2刀的时候，由于用力过猛，菜刀脱手而飞。男子马上又捡起了菜刀，回来继续对老板的头部连砍了3刀。视频当中可以看出，超市老板的双手已经僵直，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而凶手接下来又要对超市老板7岁的女儿莹莹下手。莹莹吓坏了，看到凶手手拿菜刀向自己逼近，莹莹马上翻过了柜台跑了出去。紧接着，持刀男子向莹莹追去，女孩跑到了隔壁的水果超市，被持刀的男子追上，对着女孩的后背就是2刀。水果超市老板60多岁的张大爷看到了当时的情景，张大爷马上上前和持刀男子扭打在一起，中间持刀男子共砍了女孩4刀，张大爷的头部也被男子给砍了1刀。张大爷将男子摔倒在地将男子手中的刀给弄掉了。在扭打当中呢，张大爷大声的喊叫，附近的群众赶了过来，一起将持刀男子制服。事情的整个过程仅仅40秒的时间，而更让人无语的是呢，这是一起因为31元钱而引起的血案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件。晚上7点45分，超市老板的妻子回到了超市，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丈夫躺在血泊当中，马上打电话报警。正在这时，隔壁的张大爷领着莹莹也回到了超市。万幸的是，女儿因为穿的羽绒服比较厚，只有后背的2道伤口在出血，并不严重。但是超市老板的头部被砍中了多刀，生命垂危。还有砍了好几次的，因为他头发后面就一大把，全部拉下来，全部断了，一节一节的全部断一大把。他伤是伤到2刀，因为他穿的羽绒服嘛，不是很厚，而且那个帽子正好挡了2刀了，就没有身上没破。他砍的这个背上这2刀就破掉了。10分钟之后，120急救人员和110民警先后赶到了现场，立刻将超市老板张大爷和莹莹3名伤者送到医院去救治，并且呢将凶手带到了警察局调查。经过调查，凶手名叫严廷柱，35岁，江苏连云港灌云县人，没有结婚。在警察的讯问当中呢，这个严廷柱说自己不认识超市老板并且呢也没有想杀他。因为我没有杀人，我不是想杀他的。警察仔细的查看了一下监控录像，严廷柱刀都是对着超市老板的脑袋，每一刀都是势大力沉。第2刀因为力量太大脱手了，又捡回来接着砍，怎么看也更像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样子，和严廷柱所说的没想杀他根本就不沾边。严廷柱还说，之所以要砍超市老板，是因为超市老板骗了他31元钱。他说，在1个月之前他在这个超市里用31元买了一张面值30的电话充值卡，回到家里刮开之后呢，上面的数字模糊，没法充值。他就怀疑超市卖给他假的电话充值卡，于是呢找超市老板理论。超市说呢，你已经刮了，就没法给您退了，但是可以直接给你重新充值到手机上。他个人认为说，超市老板卖给他这个充值卡是假的，他就拿着充值卡到店里面找超市老板退货。超市老板说，这个你都已经刮过了，没办法给你他退，说如果充值的话，我们再重新给你充。当时他不太愿意，后来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就走了。1个月后，案发当晚，严廷柱喝了酒之后又想起了电话充值卡的这个事情，于是呢手拿菜刀到了超市，二话没说，抬手就是咔咔咔几刀，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。莹莹因为当时穿的羽绒服比较厚，只是后背2刀轻微伤，但是呢她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被砍中脑袋，又被凶手追着砍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张大爷的头部被砍了1刀，虽然比较严重，但是治疗之后也无大碍。但是超市老板就比较惨了，颅骨骨折，神经严重受损，大量失血，在医院里昏迷了多天才醒过来，但是呢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万幸了。那个神经性受伤，他主要是第1刀太狠了，那个骨头插到这个神经里。经过鉴定呢，超市老板的伤情已经达到了重伤2级，头顶没了知觉神经影响的左半边身体麻木，走路的时候都拖着腿，左手呢也不能提重物，之后还得2次手术，预计治疗费用要花70万。于是法庭上，超市老板提出70万元的治疗民事赔偿。现在我目前是让你赔偿的是这个医药费
是5万2928。我现在目前来说，以后是不能干活了。我上有父亲、母亲，下有2个女儿，加上我之前的话，生活比较困难。我这个伤残鉴定，我等到以后做了之后，这个赔偿费用，估算起来，现在就说不能确定哈。等伤残鉴定下来，预计估价70万左右。一提到赔偿呢，严廷柱开始认怂了啊，我没钱。进来，我说让一会你我吃东西的时候看人家吃，家里有一个老父亲64岁了，开口到10就劳动能力了。我出来打工10几年，我一会也没自在家里面。我现在又要住老父亲没人扶着。那意思说是这个钱你不是赔偿给3个人是吧？赔偿我以后出去打工挣给他。严廷柱说自己现在没有偿还能力，只有当月单位还没有发的几千元工资，但是啊，就这几千元你们也别想要。严廷柱说啊，这钱我得给我的父亲。为什么你现在目前的工资不先别给我们目前已用过的医药费？我父亲在家生活本本来的。法庭上，严廷柱一口咬定，在动手之前，他跟超市老板理论发生了口角之后，自己才动手的。于是呢，法官决定现场播放监控录像给严廷柱看。视频中清清楚楚地显示呢，严廷柱一句话都没说，直接动了手。这下呢，严廷柱是无言以对了。那个拿刀砍人的人是你吗？是我。砍了几刀？你看清楚没有？砍了几刀？这个视频在这里看清楚没有？砍了几刀？这视频就是我之前跟他就是说话的那个没见到。你之前说话在哪里说的？他就是在柜台外面。案发前呢，严廷柱在一个气体公司当搬运工，1个月4、5千的工资，除了吃喝之外，基本上都买彩票了，从来没有给自己的老父亲寄过钱，也没有去看过自己的老父亲。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他了。这个因为我要就是吃官司了，就是他没人照顾了。你自己没想成个家吗？因为就是一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，就是没敢想过。这钱为什么没存下来呢？你1个月4、5千块钱也不少啊。输掉了。怎么输的？买彩票输掉了。根据严廷柱工友的说法呢，严廷柱在单位当中呢，曾经跟工友发生过口角，一言不合就拿刀砍人。还好那位工友跑得快。现在在食堂里面吃饭嘛，好多人在那边的嘛，因为吃饭的时候吵起来了，他特点就是拿个刀来。我好了，我跑了，我不跟他了。他这个人比较孤僻，我们跟他也就是不怎么有语音交道的。喝酒的时候喝酒的，每天喝酒的。他买彩票是还是有不容易啊！这有钱他就要去买彩票。严廷柱在法庭上一直都没有表现出后悔。在他看来呢，因为超市老板骗了他31元，所以呢他才会喝酒喝大了。因为喝酒喝多了，所以才会砍超市老板，所以这一切都是超市老板的错。我现在坐牢了，我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卖假东西给我也不会坐牢。对于31元电话卡的事情呢，超市老板和老板娘说啊，根本就没有印象，他们也没法确定严廷柱是不是在他们那里买的。他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印象呀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因为如果是买的充值卡，你正常会充的话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吧？不存在有真假问题。我们充值卡拿来30块零几毛，卖都卖31，一个充值卡也是赚几毛钱。当然我还不确切的是不是到这里买。退一步来讲呢，即便是这位超市老板卖的电话卡有问题，你可以找老板索赔，实在不行可以找工商局去投诉啊。31元钱也不至于要对方的命吧？而且7岁的小女孩，她有什么错？追着她砍又是为了什么呢？2016年7月21日，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宣判，严廷柱因故意杀人罪，并且事后没有对受害者进行积极的赔偿的计划，所以从重判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3年，剥夺政治权利4年。凶手严廷旭罪有应得，但是呢，这次事件对于超市老板一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这个已经支撑不住了，我们店现在都已经在找人盘，因为我们现在负债的话加起来有
连外面的高利贷加起来才有100多万呢。不只是经济上的打击，7岁的女儿受到了惊吓，一直不敢一个人独处。因为我们住是住在楼上嘛，他楼上他不敢去了，他就不能一个人待着嘛。然后我讲你没事，妈妈在底下，我讲你楼上可以去，不行，他讲我不敢，太冤枉了。无缘无故的你说来杀人，而且是可以说是灭门的性质。一个7岁的小孩，我女儿今年还是7岁嘛，7岁都不放过，逃到翻柜台，逃到隔壁去的，他还去追杀，还砍了4刀。事后呢，新北区检察院还专门派心理专家到受害者家里呢，专门给7岁的莹莹做心理辅导，希望莹莹能够尽快的走出阴霾。话说回来了，这次案件当中，多亏了见义勇为的张大爷奋不顾身的和凶手搏斗，这才保住了小莹莹的一条命。他说你不要管闲事，你不管闲事，你别把孩子看死了看坏了嘛。哎，我一摸我血头发流血了，那我就下巴的我就抱他拦他，把刀一夺起来，我就把刀扔一边，我就死死地抱住他，我就喊人啊。因为你人要做点好事比做坏事好，而且做点好事应该的。人呢在这个世上应该做好事是应该的，是吧？你要帮助别人，你说真的，你该帮助就要帮助搁那的。